人生中第一次的追雪行程，希望能如愿。早早规划的深度京都之旅，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去看看吧。这次从桃园机场第2航厦出发，第2航厦很漂亮哦，比起第1航厦新颖不少呢。看到今天要搭乘的飞机咯。一直都觉得华航的制服超漂亮。用餐前先来一杯。鸡肉蛮台式口味的，表现中规中矩。牛肉跟茄子一起炖煮，调味还不错。饭上面有撒香松，我喜欢。这次被划位在出口旁，位置超大。快到关西机场咯，天色也暗下来了，直接搭车前往京都。在台湾直接买哈鲁卡号列车的车票比当地买便宜哦。车上到处都是 Hello Kitty 的图样。很漂亮的列车哦。京都站大门口可以看到京都塔。接下来搭乘地铁到石条站。今天的住宿点是我们到京都最常住宿的饭店。入住柜台在2楼，我们坐电梯上去。check in 完后可以自行取用备品，茶、咖啡、清洁用品、泡澡粉都有。带大家看一下房间。房间不大，但简约干净。1月底的房价不贵，每晚约台币1500元，2人房。这里可以移开做整理行李之用。可以睡在床上看电视。浴室就很中规中矩的模组化浴室，大一点吗？不过有浴缸就加分了。有提供延长线，这点很棒。抽屉有吹风机，小冰箱跟快煮壶。就这样，先晚安啦。因为要到美山住1晚，一早出发前到京都站寄放大型行李。京都站非常多置物柜，先将行李箱放置空柜中，再将锁扣往下压。然后到萤幕上确认寄放的柜位与付款。
建议使用 Eco 卡，会方便很多。如果用现金付款，要保留收据以便解锁。从京都站出发，要到原部站转车到日吉站。刚刚在京都车站的便当亭买了早餐。店里模型看起来很棒的炸猪排三明治，食品第一眼印象不太好，柴柴的感觉。3个三明治用的猪排应该是刚好一整片，还是吃吃看才知道优不优。好大一口，真的很硬，跟想象中有落差。调味是还可以，不过猪肉部分又干又柴，不太合我胃口。现在还没有。既然买了，还是乖乖吃完。没多久就到原部站了。要转乘的车就在同一月台待命咯，直接上车转乘即可。好喜欢沿路的日本乡村风光。到日吉站下车，列车继续往丰冈去咯，那边有城崎温泉，城崎温泉也很推荐。车站的纪念章不要忘记了。美山町茅草屋之里音乐堂。另一个是日吉站开业100周年纪念。到车站门口转公车到茅草屋之里，车子就在门口，很方便的。有中文标示，车资每人600日元。出发不久就会往山里前进。今天山中满满的山岚，约50分钟的车程就到茅草屋之里咯。村门口有个古朴的地图，可以大约看一下特点位置。一旁还有注意事项公告。不可以盖垃圾，不可以踩点地。入村的第一站就是这个红色油桶。这个角度是游客们最爱的拍照打卡点。拍完照片往村内前进。入村不远处有个地藏王菩萨。美山町是日本3大合掌村之一，另外是福岛县的大内宿，与大家最熟知的白川乡合掌村。美山町离京都很近，来京都玩可以顺道安排一下行程。虽然是观光景点，但大部分都还是当地名家。
所以来这边旅游还是尽量保持低调，不要打扰当地住户。是吧？路边不少名家的菜园，也有一些平常没见过的作物，不知道是什么，很好奇。分岔口也都有地点标示。村子最北端就是这边了，普明寺。今天的雨有点大，如果天气再冷一点就是大雪了。水与鱼的沟盖，美山有良川的溪鱼也很有名。本期待这次能碰到下雪，但气温不够低。但旅行总会有惊喜。像今天满满的山岚也是不常见的景色，也别有一番风味。可以看到茅草屋顶排水效果非常好，斜角非常大，也能有效防止积雪。水沟边发现惊喜，有还未融化完的雪叶。这个搓成圆球打的也很痛吧？很好奇，你看那超级碎的冰块，碎冰，像搓冰吧？对啊，也很漂亮哎。搓冰哎，蛮漂亮的。好冰，好冰。发现很特别的东西。有一点像雨来菇哈，像不像雨来菇？有一点像，很像哦。雨来菇炒蛋非常好吃，很像哦。游客好少，逛起来特别舒服。有从屋檐上掉下来的雪叶，抓一球来玩。会痛吗？这么扎实。村子其实很小，下子就绕了一圈。突然响起整点的音乐，整个村子都能听到音乐声，好梦幻的感觉哦。松木。村子最西边有北道河神社，是个小小的神社，参拜一下。发现地上有沙木的果实，不太一样啊，跟松果有点类似，但又不一样。前面哦。接下来去村子的最东边，村子边边的小山坡上，这里有八幡神社。
网络上说，每年10月会举办奉纳祭礼及神鱼巡行。现在没有活动，游客也很少，连神社的贩卖部也是休息状态。江户时代的历史建筑。先到守水社洗手。也参拜一下。在哪来的？真的看得出年代感呢。本社旁边有棵巨大沙木节之山，树干上满满的硬币。怎么这么可爱啊？还有掉在地上的。也是被指定的文化财，在台湾就是所谓的神木了。它也有凉凉耶。肚子饿了，来去觅食。美山町的商店不多，可以用餐的店家也是寥寥无几。村子里面有2家可以用餐 ，Sakaya 披萨咖啡有现烤披萨、咖啡、点心。另外一家是咖啡美卵，虽然有鸡蛋拌饭，但这家偏咖啡厅。我们想吃的餐厅在村子外。回头再看个几眼美山合掌村，雨势渐渐小了，山岚也越发明显，整个村子缭绕在云雾之中。村子旁的农地已经整理好，准备迎接几天后1年1度的雪灯笼活动。餐厅就在村子口马路对面，来这里就是要吃在地的特色美食。稻螺，点一个这个嘛。这里主要卖荞麦面。对呀。另外，这个荞麦面团汤很少地方能吃到哦。好饿，等不及了。点了一份蔬菜天妇罗荞麦面。经典的豆皮荞麦面，美山在地生产荞麦面团红豆汤。美山这边好山好水，
所以能产出品质非常好的荞麦。这次来的时间刚好碰上新年度的荞麦收成，就来感受一下。汤头味道偏淡，更能品尝出荞麦面本身的风味。天妇罗荞麦面一直是日本女生喜欢的品项，搭配荞麦面果然不错吃。好的荞麦面混面粉的比例比较低，甚至有全荞麦粉制成。日本的豆皮咸咸甜甜的，真的很适合搭汤面。再来是第一次吃的荞麦面团红豆汤。说不上来是什么感觉，口感像比较松软的面疙瘩，带淡淡的荞麦风味。这算是日本乡土料理吧。都是好吃的哦。这个好不好吃很看个人喜好了。咸咸的酱菜改变味感，下一口红豆汤会更美味。我个人觉得很好吃就是了。吃饱了还有附带一提，老板很热情哦。食堂旁边有另一个观光地图，这里回忆一下去过哪些地方。我们到上面吗？没有。没有。哎呦，我们来这里啊。这个地图标示得很清楚呢。发现有纪念章，开心。深知京都美山町亦有纪念。美山町。一年一度雪灯廊宣传海报，过几天我也要来参加。有卖在地荞麦面，美山的新米，这个很特别，是栗饼。马蹄也有一些文创商品。手工绘画木质明信片，很漂亮，买一个好了。有加生八桥的红豆铜锣烧，三色团子，不是机器下看起来是假的。鸡蛋糕，使用美山土鸡蛋的鸡蛋糕，看起来很好吃。买一个来。买了。也买个栗饼尝鲜。糖果类。这个中心是合掌屋的图样呢。篮子哎。为了篮子买吗？也有工艺品区。毛器最终，自己 DIY 的最终呢，买一个。买这个。美山有名的牛奶咖啡也买一个啦。地羊羹。对啊，就刚才的那个。对啊，羊羹哎。用地瓜制成的干纳豆。对啊，这是地瓜的第一次看到。丹波有名的黑豆制成的干纳豆。鳟鱼甘露煮窝。那个是鳟鱼啊，还是？这是一种称为天女鱼的鳟鱼。美山也是。美山由良川的鱼群本来就丰富，这算当地特产吧。宝宝。香鱼。爆蛋香鱼甘露煮。有蛋，它都有蛋啊，这就写啊。好想要。
记录一下价钱。这一区对我超有吸引力。不知不觉买了不少，心满意足，准备前往今天的住宿点咯。回到公车站，可以看到整个村子与群山。到往日吉站方向这边等车。公车站旁就是游良川，环境保护得很好。雨又开始变大了。搭到车咯，游良川真的很干净呢。搭车不到10分钟，在安挂下车。安挂车站旁有美山休息站可以逛哦。发现复古风电话亭，哇，好好玩哦！是老式的拨盘电话，忍不住要动手玩一下，好令人怀念呢。以前我家电话是这个，小时候是电话。先来游客中心看看，有纪念章，美山休息站一游。这里有暖气与座位可以休息。特别的是，这边有很多展示标本。小熊、跟台湾黑熊一样有个 V 啊。老鹰，超级帅。有倒麻薯的杵可以体验呢。这也太重了一点吧，没办法拿看。纪念品区有卖日本大泥的布偶，当地游良川有野生日本大泥，想要跟我随身带的脱皮中的手工布偶很像，挑一只好了。很多商品都跟自然景观、动物有关。这个独角仙池铁布偶也很有梗，好像会自己抓住一样，可爱。饰品类，买了。1050円になりますね。开心。游客中心对面是间超市，这里也有不少在地商品。丹波产的香菇，胖胖的很可爱。京都北山的草莓，美山农特产专区。羊羹吗？美山牛奶羊羹，羊羹，跟羊羹吗？对，750。美山牛奶饼干，里面有几个啊？起司，美山产起司，好硬哦！美山牛奶泡芙，牛奶布丁，起司。
酒粕、味噌、腌制类、纳豆麻薯，还有稻草包装纳豆。美山在地生产的蒟蒻，美山蒟蒻，哇，好大颗。另外，休息站一定要有的便当也有卖。点心区，麻薯类有分现吃与带回家煮的。各式面包区，柚子小蛋糕，柚子，鲜贝与糖果，单波黑豆鲜贝，黑豆相关食品不少哦。糖渍柚子皮，这个很合我们胃口，挑一包。1包啊。酱菜区，这里也有美山西鱼甘露煮。超市逛完出发去今天住宿的旅馆咯。从休息站步行一小段路即可到达。过桥穿过游梁川，前面就是了。本身就是餐厅，另外开设住宿的旅馆。我们的住宿位置在餐厅隔壁这一栋。很有日本传统旅馆的氛围。浴室跟厕所是共用的，设备都有更新过，很新颖哦。玄关这边可以让旅客活动。有空闲的时候或泡完澡出来，可以坐在这边泡茶聊天滑手机。来去看一下房间。房间不大，有台小小电视，壁橱内可以挂衣物。小叮当睡觉的地方，像哆啦 A梦。传统旅馆必有的迎宾绿茶与小点，糯麦鲜贝，这个好吃。玩着天就黑了。我们预定的住宿是1泊20，到隔壁的餐厅吃晚餐，真期待。天气超冷，很贴心的给了我们包厢。一进来看到这一桌有点吓到，超大一盘的食材，还有精致小菜。阿嬷亲自服务，满满诚意。先用鸡油润锅，再放入当地的温体地鸡，超新鲜的鸡肉，拌炒一下，加入大量砂糖，再加入酱油继续拌炒。整个香味扑鼻。然后加入大量蔬菜、粉丝、香菇、水菜、金针菇，最后放入豆腐，超级澎湃。没错，今天晚餐是美山地鸡寿喜烧。慢慢的将蔬菜的水分煮出来后就能吃了。
加点一份店家自酿的美酒。干杯！这个美酒好喝耶，这个就是熟成美酒，好像差不多了，美滋滋的一锅。还好吧。很可爱的。听说这是美山产的新米。好，谢谢。开动。鸡肉里面包含各部位与内脏、卵黄。鸡蛋，这是鸡胗。所谓的粉丝先吃吗？偏甜的寿喜锅很对台湾人的口味。这个美山米几乎是我吃过最好吃的。Q 弹饱满，口感软糯，甜味与香气都一流。对了，还有前菜，烤山猪肉，咸香 Q 弹，带卵香鱼干入煮，咸甜中带点酸气。麻薯西京烧，也是咸甜味，淡淡米香与味增香，这个超好吃。本地产的豆皮沾芥末酱油吃。寿喜烧经典蘸酱，生鸡蛋搞里头。真好。直接沾着吃。鸡肉非常扎实，肉香十足，裹着蛋液增加了滑顺感。一口鸡肉，一口美山米，真的很爽，真的出乎预料的好吃耶，大推！筷子真的停不下来，还一度担心吃不完，结果还是吃光了呢。一博20的方案真的很划算，影片最后再跟大家分享住宿价格。最后还有甜点哟，是美山牛奶冰淇淋，在超级温暖的煤气灯房内吃冰，好奢侈的享受，跟美山牛奶一样的风味呢。清爽高雅带淡淡香气的奶味，吃超级饱。感谢招待，今天只有我们家住宿。餐厅跟旅馆都我们包了，真不好意思了，大家辛苦了。准备来去泡汤，应该是。好喜欢传统日式旅馆晚上的氛围。回到房间，床铺果然已经铺好了呢。带大家看一下浴室，放衣服的柜子，洗脸台，再来是浴间。超级大的浴缸，今天我们独享。哇，我们独享。最后是早餐啦，一样到隔壁的餐厅。这个是餐厅，不可以从这里吗？早上也是只有我们2个人，请我们到包厢。
早餐已经准备好咯，即刻就做。先来一杯暖乎乎的茶，盛饭盛饭，最期待的美山米饭，这真的是我吃过的米中排前3。好漂亮！很经典的日式早餐，朴实美味。这样看，很享受在日本传统旅宿的早餐，紫薯饭，边吃饭边讲一下住宿体验与费用。我们这次1泊20花费台币约5600，还是星期六入住，而且只有我们2个人住宿，用上所有旅馆资源，包括人力与物力，完全没有偷工减料。例如整间餐厅只为我们开火，大澡堂就我们使用，店家这笔生意应该几乎没赚钱了，甚至还有可能赔钱。可以确定的是，入住及餐食感受都非常好，推荐大家可以来感受感受哦。相关资讯我都放在影片说明栏咯。下次有机会带朋友一起来玩。我们的旅程还在继续。今天一大早就出门，因为我们要去京都站坐一班直达城崎温泉的特急快车，7点32分发车的城崎1号。这班车可以直达，又快又不用换车。经过福知山可以看到福知山城。期待已久的城崎温泉之旅。风冈的吉祥物玄先生。纪念章收集之旅开始。这边螃蟹最有名了，到处是螃蟹装饰。车站外有个城崎温泉汤饮场，这个水是可以饮用的哦。传说有只白鹤泡了这里的温泉，恢复了健康。车站对面有游客服务中心，这里可以拿缆车的折扣券，算是个小确幸。也有文艺馆的折扣券，想去的朋友记得拿。另外还有甜温券送咖啡。旅游资讯与地图不可少。接下来从头开始逛起吧。车站门口有玄武岩做的玄先生头像。
真玄先生。这几个是工人。公车站也在电车站出口旁。都有。公车站旁有7大外汤之一的李子汤，还有可以免费使用的竹汤。是真的温泉水哦。旁边有家这里最知名的蛋糕，超多人推荐的鸡蛋糕，一天4次出炉时间。想说怎么没人排队，原来要线上预约购买，剩下最后一批，还好有预约到。旁边就是城崎商店街了。这边冬天最知名的特产就是螃蟹了，雪蟹也称为松叶蟹。竹轮也非常好吃，各类海鲜干货。好干哦！好像搞定了，现在不见了。红鱿鱼也有冷冻海鲜，红乌贼，这是大乌贼。大乌贼的对。海鲜与伴手礼店家很多。这应该是母松叶蟹，又称香香蟹。新鲜的海鲜冻，大家现在还有卖乌鱼子哎，品质好的松叶蟹并不便宜呢。发现一座小公园，蛮漂亮的，进来看看。是当地小朋友的游乐场。我家最爱腊肠狗了，给小朋友做的。可爱。来，我要练习讲。有个休息室，虽然太阳很大，但温度还是很低，进来很温暖。有个复古风的城崎温泉街道地图。往前来到城崎温泉最知名的运河处，网络上的照片几乎都是这边。
河里有好大只的鲤鱼。大只的鲤鱼哦。啊，继续。我们预约的旅馆在更后面。运河这段路程非常舒服。运河走到底的汤之里通有7大外汤的一支汤，每一间外汤都有2个纪念章。这里就有柳汤与一支汤的章。有。再盖一支汤。刚刚为什么是柳汤？李枝汤通这边很热闹。路上有一个蛮大的神社，四所神社。先到守水社洗一下手。洗的比较多。这里供奉4位神明，所以叫四所神社。主要供奉温泉守护神汤山主神。与水的守护神中向山女神，里面还有好几个小神社。八幡宫、天满宫、道和社。很有年代感。四所神社旁就是这边最华丽的外汤——御所之汤。这里也有另一个曼陀罗汤的印章。地上有螃蟹图腾哦，日本人的小心思很厉害。穿过汤之里通，就是我们这次要住的温泉旅馆了。先来去放行李，再去玩。好有日本温泉旅馆的感觉呀！充满历史感的城崎温泉外汤地图。柜台服务先生人超好超客气。旅馆的对面就是这边知名的温泉煮蛋厂了。药师泉的出水口，温度超高的。温泉有个屁！买个3颗生鸡蛋350日元。用手机计时，温泉蛋煮11分，半熟约14，全熟20分。
现场也有时钟供参考。趁煮蛋的时间来买土产包试试。当然选最知名的蛋马牛肉包与螃蟹包了。蛋马牛肉包440日元，螃蟹包540日元。超烫。这个是螃蟹包内馅不少螃蟹肉。那个蟹丝在里面。好吃哦。不好吃吗？腥味有点重。很妙。包子皮真的有点软，内馅也比较松散。觉得我在吃婴儿食品，应该看起来会比较棒吧？因为它有洋葱。来看看蛋马牛肉包，第一眼是个正常的肉包了。551的那个包子，有加酱油的。对。没意外的是个正常的包子。包子皮跟超商卖的肉包很像，软软。7的包子。牛肉包比起螃蟹包好吃不少，就是。想尝试的朋友建议买牛肉包，但都不推荐就是。吃完包子，温泉蛋煮好咯。すごいね。古いね。旁边有冰水可以泡一下去热。这水。再用他们的工具敲开蛋壳。这样子就可以了吧？技术不好，再来。这样。你家也能。他那个还没好。你在吃什么？你在吃？稍微煮过熟了点，大家来煮蛋要注意时间。其他的你们干。蛋的品质很不错，味道很好。鸡蛋原味很好。太阳虽大，但室外温度不到10度，所以温泉口水蒸气超大的。贩卖部背后是个地藏王祠堂。城崎温泉缆车在药师泉旁边，怕老人家走不动，有提供拐杖。山上有观景台与一座1300年历史的温泉寺。景点介绍与缆车时刻表。不知为何很多缆车站都要先爬一段阶梯啊。这个纪念章好可爱呀。全票每人1200日元，可中途点任意下车。然后我有使用游客中心的折价券，所以是1150日元。缆车的总长不长。中途点温泉寺会先停一下。我们想先到山顶，所以没有下车。缆车不大台，承载人数不会太多。到山顶先到观景台拍照。
观景台楼下有咖啡厅，可以在这里下午茶。喝个咖啡，吃个冰。咖啡欧蕾。除了抹茶外，最爱柚子口味。好，都可以啊。选台湾比较少见的柚子口味冰淇淋，350日元。瓶装咖啡牛奶自取结账，350日元。另外买了一杯拿铁，550日元。天气这么好，一定要做户外景观座。冰凉。可以看很远，还可以看缆车往返，很开心。温泉区的特产，玻璃瓶咖啡牛奶。你有24而已哦。这个不是要泡完温泉再来喝的吗？甜的。哇，咖啡牛奶好好喝。吃吃看橙奇柚子冰淇淋，标榜天然素材哦。慢慢挖。第一口有点酸，但柚子香气很足，甜度刚好。很绵密的冰沙口感，里面有些许柚子皮，这个好吃。真是个悠闲的下午呢。咖啡厅外面有个小池塘，路边也有不少地藏王。地藏王脚边还有人放了很多小小地藏王，真可爱。下山来去温泉寺。市が誘導した雪中様式で国の重要文化財に指定されたお堂です。同じく国の重要文化財である本尊17年観音。温泉寺的木材看起来颇有历史感，斑驳的感觉超漂亮。再过来一点有大杯店。大师山顶有多宝塔。所以这是胡拉西。这里小小的，是个很古朴的地方。时间差不多了，回旅馆 check in。正式入住时，服务人员会详细介绍7大外汤、地理位置、服务时间、
ああ、OK、了解。はい。その3番が3時から。はい。6番も3時から。はい。はい。あとこの、今日お休みのところは明日お昼1時からとなります。はい。はい。お願いします。免费出借小篮子外出泡汤。OK、はい、はい、了解。ありがとう。2楼可以借用浴衣，因为是冬天，还提供单钱。外套。はい。はい。最后再介绍一下房间。我们住的这间可以看到街景。如果这时窗外有下雪，就太完美了。来换衣服，出门逛温泉街。有好几个颜色样式可以做搭配。来温泉乡一定要换衣服出来逛。到下午已经可以看见不少穿浴衣的游客了，真的是满满的仪式感。走着走着，经过柳汤了。今天要收集完7大外汤纪念章。墨水不太够了，还好刚刚一支汤也有柳川纪念章。运河旁下午逛起来跟早上大晴天时感觉不太一样，一个冬天萧瑟的感觉。运河的最前头处有地长汤，这里也有李治汤的纪念章。时间差不多了，来拿预约的鸡蛋糕。新鲜出炉，直接出示手机预约单，先备着当晚餐后点心。里面附一张加热方式说明。这边有个很清楚的地图。今天李治汤休息，没有纪念章。休汤。7大外汤每天会有一家休息。还好刚刚地藏汤有李治汤的纪念章。另外李治汤通另一边是木屋町通。这里河边满满的樱花树。不知道哎。这风大到会被浇破了。现在看不出来，但春天会超漂亮。现在只能靠自己脑补了。木屋町通走到底是曼陀罗汤。继续收集纪念章。第6个了，快收集完了。绕一圈回到药师源泉这边了，也开始下雨了。我们的旅馆有送2张温泉蛋兑换券。早知道早上就不用自己花钱买了。继续煮温泉蛋吧。煮蛋的时间到，附近把纪念章收齐。红汁汤搞定，7大外汤纪念章，时间刚好，回来收温泉蛋。煮温泉蛋这边也有个竹汤池。天气正冷又下雨，来泡个暖暖。超级烫，
真是惊呼连连。那我的脚变红色的。泡一下就得抬起来散热一下，不是要泡久了还是会渐渐习惯的。很羞哎。真是烟雨蒙蒙呢，意外的很美。从药师泉过条街就回到我们的旅馆鹤屋了。回忆一下外汤纪念章之旅。来去吃晚餐啦，已经准备好在等我们了。服务人员会认真的介绍所有菜色，其实听不懂也没关系，没有什么特殊规矩，懂吃就好。点火开始晚餐，超期待。这边的特产淡马牛寿喜烧，另一个重点松叶蟹，忍不住打开偷拍一下。生鱼片很新鲜，牛肉给不少，而且肉片又厚又大。另外，兵库县这边的荞麦面也非常有名，品质非常好。螃蟹也给不少哦。当初订这家旅馆也是看他吃很好。每场都要表演一下。生鱼片中比较特别的是这个炙烧煎鱼，品质真的很好，一点腥味都没有。一直听闻淡马牛很好吃，这次也是特别选这家晚餐有淡马牛肉的旅馆。吃寿喜烧一定要搭配生鸡蛋蘸料。肉煮好前，先尝尝蟹肉豆腐。螃蟹豆腐比想象中好吃呢，只有一块真的太少了。好香哦！美山的白米饭好好吃哦。淡马牛就是日本3大和牛之一的神户牛，风味蛮淡雅的，但口感很足。荞麦面上加入葱末，淋上酱汁，再搅拌一下。我们不懂荞麦面，但听说这边的品质是真的很好。另外加点了一份螃蟹天妇罗。外层面衣炸得酥脆，包裹香甜蟹肉，很好吃，真恨不得连壳一起啃了。蟹钳也剥好壳了，很方便使用。那问题是这打开要放吗？说是为了这锅来的也不为过呢。蒸烤的熟度刚刚好。不小只蟹脚也已经处理好，直接将蟹肉挖出即可。爽哦！很羞哎。最后甜点是柚子冰淇淋，
试试看跟下午的柚子冰淇淋有什么不一样。整体的冰沙感更重。我的它这个感觉好像是柚子汁，然后把它冰起来，也很好吃。这餐吃得很满意。吃完晚餐回房间，没意外的床铺好了。床铺铺好了。床铺铺好了。而且配感跟配感。来去看一下鹤屋的自家汤屋。先在柜台预约使用时间，再拿钥匙进入。浴池还蛮大间的。洗完澡来去外面晃晃。走。晚上的感觉跟白天完全不一样。寓所之汤超级热门的。隔壁的四所神社晚上也很美。汤之里通这边晚上也还有不少店家营业。夜游温泉商店街是有在这边住宿者的特权。晚上运河这边有超多住宿温泉区的游客出游。真的很美的地方。如果遇到下雪就太完美了。太冷了，来泡一下脚丫子，暖一下。依然觉得竹汤很烫。这个竹汤就在一支汤旁边，泡久了也就习惯温度了。另外最感到惊艳的是晚上的木屋町通这边，超级美的。这边大家有来的话一定要来逛一下，在这边散步真的好享受。而且非常好拍照。不知为何都没有游客在这区。整段路我们包了，真的可以随心所欲的好好拍照片哦。
玩得开心后，慢慢走回旅馆。木屋丁通走到底就回到鹤屋了。然后就是养猪形成的宵夜时段。拿出今天下午预定的鸡蛋糕。打开了哦，噔噔。哦，好香哦！很好吃哎，还蛮好吃的哎。蛋糕体绵密湿润，很担心。很好吃哦。很厉害，还好有预定的。真的很厉害。调味也厉害，不会太甜，赞不绝口呢。好吃，好吃。今天就用这个鸡蛋糕结尾啦，晚安。早安，一早第一个行程是鹤屋的早餐，简单、素雅、中规中矩。开动啦！这间旅馆2人1泊20，总费用约台币7500元，觉得很超值，推荐。温泉旅馆通常是10点前退房。还很早，散步到车站，顺便看一下早晨的城崎温泉区。太阳照了，或者是没有太阳的地方好美。先到城崎的超市准备晚餐的食材。买了不少当地的食材，当地的黑毛和牛一定要的。除了牛肉，也随便抓了1盒猪肉。当地食材不管什么看了都想买啊。我们选择搭乘电车前往伊根。从城崎往伊根町，要先到丰冈站转丹后铁道，坐山阴线往丰冈、京都方向的车。城崎温泉是个很好玩的度假区哦，推荐大家要来住一晚。我们是一下子就到丰冈站了，丹后铁道直接在月台里面转乘，不用出站，标示很清楚，不会迷路。给他看对。
今天坐到的车是丹后之海号。这是台非常漂亮的车窝，温润的木纹搭配低彩度的印花表布，一上车就一整个大正风格。车厢尾端还有一区特别座位，因为这是自由座车厢，所以可以随意坐。从丰冈出发的旅客很少，可以好好拍照。日本对 logo 的设计真的很厉害。丹后之海号除了主 logo 与松树外，还多了海浪的图腾。去前面车厢间看一下，洗手间这边的设计也十分高雅，跟外观一样，整体是个深藏青色系。超爱这台车的配色与设计风格。乘车时间约1.5小时到天桥立站。离开前再看一下美丽的丹后之海号。天桥立站的纪念章当然不能错过。猫咪胯下观。站内的游客服务处可以换台湾买的伊根天桥立2日观光套票，直接给他购票单就好，他们懂的。这套票可以2天在天桥立与伊根，现搭乘缆车、观光船与巴士，很推荐。接下来出发前往伊根町，伊根町需转搭公车前往，公车站就在门口。下阶梯后回转，就在这边而已，不会迷路的。丹海巴士的天桥立站。班次不多，约1小时一班车。11点10分哦。建议大家早点排队，因为车班少，乘客比较多。到伊根町将近1小时，早点排队才有座位。沿途很多海景，先在伊根湾巡游日出站下车，这里有观光船可搭。站内是个礼品贩卖部，卖很多当地伴手礼。大概看一下，因为在海边，海带芽类的商品不少呢，纪念品与当地的酒类、海鲜加工品、饼干伴手礼、伊根町纪念小物。餐点与点心也有贩售哟。喂海鸥的虾味鲜采自助购买，每包100日元，买个3包可以喂爽爽。游览船票价每人1000日元，儿童半价。我们买套票可以免费搭乘，约半小时一班，很快就能搭乘。一下子前一个船班就回来了。围着游览船的海鸥有点夸张了。
伊根湾游览船有分下层舱房与上层甲板，想要喂海鸥到上层，马上遇到虎视眈眈的小朋友了。海鸥们马上会聚集过来。开船咯，拿起虾味鲜。举起虾味鲜，海鸥会用嘴巴叼走，但老鹰会用爪子抓走。老用抓的。喂老鹰还是用抛的比较安全。老鹰的动作很帅，能近距离看老鹰，很不错的体验。游览船另一个重点就是看伊根湾的舟屋与风光，真的超级美，很推荐的一个地方。真的很好玩。船の主役と網干しとしての機能がしたいでした。のことでございます。先ほど申し上げました。皆様、インテリメイトに関して建物の老鹰稍微离开后，比较能用手直接喂海鸥了。这时是个很好拍照的时間點。可以很近距离感受海鸥翅膀的拍动。大家来喂海鸥，记得虾味先多买几包。超爱这个地方的。快乐的伊根湾导览结束咯。因为时间上刚好错过往町内的公车，下一班车要等1个小时，所以慢慢散步往町内前进。路途不远，而且沿途风景很美。一路上不会无聊的。拍他就不转。
走着走着到了今天的住宿点，独栋洲屋住宿周宿一。整栋屋子一天只接受1组客人预订。今天我们2个人包了，带大家来开箱。客厅有暖桌，再一次达成人生的新体验。第一次使用暖桌，有个厨房可以使用，冰箱、厨房。有附简易的工具与筷子、水杯，但没有碗盘哦，要自备。厨刀、砧板、平底锅、微波炉、快煮壶都可以使用。独立的厕所，这是厕所。第4，也是全新装潢，非常漂亮。冬天很冷，有给1台电暖气可以使用，有浴缸可以泡澡，而且还能直接看到伊根湾。发现这个浴缸很厉害，一定要分享一下。它有个自己的控制器，可以独立调整浴缸水保温，还有集水的水温。另外集水的量也是可以调整。设定好后按确定，就会开始集水。再来去舟屋后方的船屋处，这里改建成休息区了，还是可以直接到海边。也有钓竿可以借用，但要自备鱼钩与钓饵。接下来到楼上看看。主卧。今天晚上住的。睡衣跟衣柜。避难图有整栋舟屋的平面图。主卧有个很厉害的景观阳台。一早一定超棒。继续2楼探险。整栋最多支持6人住宿，另外4人可以在这边打地铺。房东说这里使用的空间真的很大。在隔壁还有一间大房间，还附桌球桌。这里有一个，最后是个长长的阳台。一间门廊。check in 完后到伊根町里面晃一下。这边是大家最喜欢的拍照点，一个海湾2旁都是舟屋。在中午时，这个地方拍照是最漂亮的哦。旁边就是伊根町的游客中心了。整点来，10点半、11点33。
2楼是这边有名的周屋食堂，营业时间8点到16点。去游客中心逛逛，这里卖不少伊根町纪念品。这个伊根町小鱼干吊饰很可爱，手工制的，每只小鱼的花色都不太一样。现在还有其他小鱼干商品。好舞台耶！跟游客中心合作的住宿，这边有介绍小卡。游客中心没有很大，大概就这样。继续往町内走，能在这边住1天真的很幸福呢。不用赶着回京都，可以好好的欣赏伊根湾的夕阳。傍晚这边的游客很少，海边漫步很舒服。往町内走进来一点，这边的景观很辽阔。这夕阳越看越感动呢。回民宿准备晚餐啦。走回周宿一，天色已经暗下来了。到后院欣赏一下晚上的伊根湾。超喜欢黄昏时刻的这个栏目时段。拿出早上在城崎温泉买的食材，超期待这盒黑毛和牛火锅片的。就用民宿附的平底锅直接来煮火锅吧，因为比起民宿提供的汤锅，这个平底锅好像更适合当火锅。人生第一次自己在日本煮在地火锅，来准备吃饭，开筷仪式一定要的。最期待的和牛先来一口。好好吃哦！好好吃哦！这次要夹着大叶紫苏一起吃。尝一下城崎买的竹轮。好吃哎！软嫩口感带 Q 弹，本身调味也很不错，再加着水菜一起吃。鱼轮的鲜香加上水菜的爽口，真的很可以。日本的豆皮一如既往的好吃。麻薯福袋这个第一次吃，意外的好吃。豆皮与麻薯搭关东煮汤头，一整个很协调的味道。
吃火锅配日本节目。这趟日本行最幸福的时刻莫过于此。饱餐完就是甜点的时刻了。昨天下午在城崎温泉买的鸡蛋糕，放到隔天蛋糕体依旧湿润绵密，真的很不错，蛮推的。有人吃饱饭泡完澡跑去滚地板了。今天气温接近0度，窝在暖桌超舒服，都不想出来了。晚点再回主卧睡觉。今天晚安啦。一大早被冷醒了，一根湾已经铺上了一层雪妆。昨天晚上在不知不觉间下了大雪，周树一的景观真的超级棒。很庆幸当初心一横，直接下定了这家住宿。时间还很早，大部分人都还在睡梦中。天亮后突然下起大雪了，积雪似乎比清晨更厚了。人生第一次遇到下雪就这么震撼，把手伸出去感受一下雪花。其实跟想象中不太一样，很细很绵密。突然雪又小了。赶快来去前院看一下街道的状况。满满的积雪，一片银白世界。到2楼换个角度看看。已经有当地住户出门扫雪了。把握时间出门玩雪。从台湾带出门的雪鸭夹派上用场了。太胖了。我的血压真的很胖，太多了啦，太多了啦，夹刚好这样好了，夹一下。人生中第一个雪鸭子，好好玩啊！我的雪好厚，这只是太小只了，好好玩哦！真是欲罢不能。这样拿雨伞吗？来去町内看看。我操！不要拉倒！哦，第一次感受雪落下的声音。当地人很辛苦就是。对不起，我是死观光客，真的很难掩饰心中的兴奋。开启血压制造机模式。越用越上手了。
满满的雪压压，雪积的超厚的。我这边积雪好厚。继续做鸭子，留满鸭子，晚点有游客来会很惊喜。现在这时间游客超级少，完全变成我们的游乐场。看这么深，这是什么？老师放小鸭。请叫我一根钉血压大使。血压部队出动，雪又变大了，这时的一根湾美炸了。没有拍到欸。继续留下雪压压，这时的雪压不会融化，超棒！我们两个在这一区拍了不少照片呢。雪变得超级大，赶快再拍一张。雪大到有点夸张了，赶快回民宿。看了一下伊根国小，整片白茫茫。大雪中的伊根町游客中心，雪真的太大了，赶快回去。回到民宿了，拍个纪念照。在门口做血压好了。真的好玩。发现公车已经开始行驶了，准备离开这边，超舍不得离开的。到游客中心旁的公车亭等车回天桥立车站，等车的时间依旧不能闲着。下次要玩到血压不知道什么时候了，好好把握现在多玩一点。公车站也有我的血压压，车子来咯。这个回忆可以记一辈子了。沿途的雪景也超级美。
到天桥立站咯。电车站在斜对面，再走过去。还有点时间来去附近的智恩寺看一下。智恩寺不大，但建筑很美哦。智恩寺的文殊堂搭着雪景，好美。文殊堂的阶梯旁发现一只橘猫。多宝塔，大雪中完全没有游客。智恩寺山门拍照也很美。这次来伊根町住一晚，真是留下满满的回忆与感动。我们的旅程还在继续。从初丁柳站出发，搭瑞山电铁本线，目的地贵船口站。一直以为冬天来京都一定能遇到下雪，结果发现并不是这样呢。很幸运，这次的日本行在后来几天遇到寒流，刚好趁这机会去体验一下梦寐以求的雪贵船。越往山里积雪越多了。贵船口站下车。発車いたします。ドアが閉まります。ご注意。到门口搭公车到贵船神社，公车站就在门口的马路对面，乘车费用170日元，可以使用与不能使用的周游券，车程不到10分钟。下公车后需要再走一小段路，看到积雪忍不住的手痒，开始做雪鸭鸭。这是硬的，挺可爱。螃蟹手的鸭。这个地方有椅子供游客歇息，看流水。枫叶季的时候，这个平台也很美哦。走，往贵船神社前进。沿路留下雪鸭吧。贵船神社最有名的打卡点就是这个本宫参道。先留个雪鸭鸭。这里的冰。红色的灯笼覆盖着白雪，超级美。石梯中段有个小平台，枫叶季时是个很棒的赏枫点。雪
血压伺候，往本宫前进。下雪后的贵船神社真的很美，一直希望能追到雪贵船，这次如愿以偿了。没有白费专程从台湾带过来的雪鸭夹。光滑光滑。放高高的地方，发现的人会很惊喜。据传古代祈求下雨献黑马，子雨献白马。为了这个典故色的马像，后来简化成用画着马的木板来祈祷。这里就是会马的发祥地。突然下起雪来了耶！贩售部看一下，之前很喜欢的手机吊带出了新色，黑色好帅，玉手种类也不少，有期间限定的福豆。水签一张200日元，将水签放水中就会浮出签纹。贵船的神水，一旁发现一只石蟾蜍。它是蟾。来去帮他做个伴。出头小鸭。再往山里走，可以到贵船神社的奥宫，从另一边的石阶下去。一路上的流水搭上雪景超美。往奥宫路上会先经过中宫，被洒满了雪，整个头都是白的。
结社小小的，走一圈就逛完了。继续往奥宫前进。雪季的奥宫参道比平常更漂亮了。带大家看一下贵船神社的雪奥宫。别里面有钱。是个小巧且精致的地方。头发是湿的。发现奥宫参道从这边看更漂亮耶。发现一个放雪鸭的好地方。离开前再回本社晃晃。原本以为只要冬天来就一定能遇到雪贵船，后来才发现其实蛮难得的呢。再达成一个心愿，京都追雪成功，开心。今天参加美山町雪灯廊一日游，途中经过休息站，来看看在地的商品。这里卖不少在地商品，带大家看一下。有卖美山的咖啡牛奶，当地的豆腐、腌菜。这边大部分都是一些在地的农特产品。这个核桃糕看起来不错，买。放在汤里的面麸。面麸啊？是吗？柿子干麻薯。美山当地的鸡蛋、米。调味料，这里的黑豆相关商品也不少。黑豆茶、黑豆咖啡、黑豆巧克力、黑豆粉、伴手礼。糖果，买都买。上完厕所，买完东西，继续上路。
导游小姐很热情地介绍很多日本的典故。路边开始看到积雪落，越往山里积雪越厚。那你还真的以为这是什么肉？这就是山猪肉哦，晚一点才会比较冷，现在还好。雪灯廊活动一年只有开放8天，可以租借水桶做雪灯，一次100日元。建议大家一到先租借，不然一下子就借光了。活动期间会开放一大片休耕农地供玩雪做雪灯，已经有好多游客在玩雪了。做雪灯的场地有够大的。来跟活动看板合影。2024年是1月27日到2月3日举办。先来去村子看看。入口处有茅草屋子里的地图。这里是个很美的小村子。村子马路对面的公车站旁有个小坡，这里可以好好的拍整个村子的照片哦。为了来这边玩雪，我们专程从台湾带了雪夹来玩。经典款的可爱雪鸭鸭。入口处的红色油桶说是必拍景点。有个地藏王菩萨的小祠堂。来村中到处留下雪鸭鸭吧。这里的雪比较硬，雪的密度比较高，雪鸭就比较扎实了。继续寻找做雪鸭地点。放个一对才不会孤单。来村中的吃茶店采花。
这里有卖美山的牛奶双麒麟，里面好温暖。老屋改造的座位区好有味道，大冷天来个双麒麟一定很爽。お会計が400円です。400円いただきました。ブラックコーンのミルクフレーバーです。はい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来去外面吃。奶香十足哦，它的牛奶味好重哦，一整个美山牛乳的风味。美山的牛奶有个自己的独特香味，很棒哦。慢慢往入口移动，去做雪灯。蓝蓝的。村子开始点灯咯。来去租借雪灯工具与蜡烛。越来越多人在玩雪了。结果我们太晚租了，已经没有工具可以租借了，只能直接买蜡烛了。因为就是现在见的人实在太……买了3盏蜡烛，300日元。这里有一片雪地没人。跟隔壁的朋友借工具。接到水桶哎。先搞定一个。我搞歪的。挖洞，把蜡烛放进去。雪鸭鸭当然不能少。看不出来。这里的雪好硬哦，会变成胖鸭子。你看，变成胖鸭子。然后可以帮我们看结果。你是鸭子神社。我们是水手鸭。挖远一点的。天色渐渐暗下来了。谢谢谢谢。赶快来去看村子点灯。你们直接关过去了。哇，满满的人。虽然很多人，但现场真的很美哦。我们四处走走看看。
六的水。小弄好了就可以了。超梦幻的一个地方的。说着说着就起大雾了，又变成另一个感觉了。大家有机会一定要来一趟。天色暗下来后，所有的雪灯变得非常耀眼。再回去我的雪灯旁玩一波。发现有巨大雪灯，超美。前面那一颗石头要滑。玩得好冷，来去觅食。再回头看一眼，很庆幸有来。活动期间现场有卖食物的屋台，饭团、炸物、关东煮、山猪汤、烤鸡肉串、烤饭团。香喷喷的烤地瓜，鹿肉可乐饼与甜点，身体超冷的，买这家的热食好了。我要山猪汤、关东煮、饭团。关东煮的料只剩下竹轮跟蒟蒻了。这时候啥都好了，热乎热乎的，好好吃。冷到手抖抖抖。山猪肉吃起来跟一般猪肉也没差多少。汤头好像是用红味噌。不管怎样，这种天气喝热汤就是人间美味。再来尝尝梅子饭团。鲜梅子给的不手软，酸酸咸咸，也说不上好吃还是难吃，就不同的体验。再来是味噌饭团，可以确定山猪肉汤是加了味噌了，味道很像。一个100日元，
很推。美山的米也好吃就是。再喝一口热汤，人整个都活过来了。就分享到这里啦，大家有机会要来哦。准备结束快乐的旅程啦！不赶时间，搭普通的机场线前往关西机场，完全没有积雪的样子呢。大阪这边下雪的几率比较低。京都、大阪到机场，电车可以直达，超方便。今天的飞机登机啦！机上餐很日式风。腐饭与酱烧丸子，豆子沙拉与水果，甜点栗子最终，自己来组合一下，再加上沙拉，自制机上餐沙拉堡。沙拉好吃，不过豆子有点太多。栗子最终就是想象中的味道，蛮甜的，配黑咖啡超级棒。期待下次的旅行。回到台湾咯，我们下次见。还是